当初考虑到自己每天要开几十公里的路程呢，上下班，油车的费用实在太高了。听说新能源车能省油，感觉省油就等于省钱，所以说果断卖掉油车，换成了电车。如今开了3年多，终于知道网上关于新能源汽车的说法都是真的。开了3年的电车，受了很多苦，发现电车的优缺点非常明显。现在电车平均能耗是15千瓦每小时，每100公里家里有充电桩的话，等于说开100公里也才花10块钱不到。就算是没有家用充电桩，在外面一度电1块5，开100公里45入也才23元。而油车呢，一辆100公里的油耗6升的车算油省油了。要知道很多纯油的 B 级车平均要到8升甚至是9升每100公里，按照现在8块钱油价，开100公里妥妥的要50-60块了。即便是电车跑高速，100公里电耗要到22千瓦每小时，咱们呢用商用充电桩充电，开100公里才33块钱，就是比油车呢省了1半的钱。相比油车电车的省油优势非常明显。很多人疑惑，那电车每跑100公里能省下多少油钱呢？一年呢开2万公里，开个8年，等电车的电池报废的时候，不是妥妥能省一个新车回来吗？一年跑2万公里，开油车就要花1万块钱去加油，而开电车的话，一般就是2000块钱。开8年的话，电车比油车的话少6万4。但如果你以为开电车开8年能比油车省下这么多钱，那你未免也太天真了吧？电车的保险比油车贵，8年以后电车基本上电池都会衰减比较严重，虽然还不至于说开不动了，但续航300公里的电车本身续航达成率就只有70%左右，8年后续航可能就只有100多公里了。这个情况下，一个30度的电车换电池需要2万5左右，再加上电车的每年的保险比油车贵1000左右，8年下来实际上电车就比油车省了3.1万。虽然现在油车跟电车价格差不多，但开了8年的油车和电车二手价格超了1万肯定是没问题的。折算下来呢，每年开2万公里，8年后电车就比油车省了2万多而已。虽然省1块钱都是钱，但是这8年为了省这2万块钱，开电车需要受很多苦。首先电车节假日出行不方便，开油车遇到节假日基本上就是怕堵车，其他啥也都不怕，即便坏了到处都修车的，一点也不用担心。但电车不一样，电车每次出远门都是要跟自驾游一样，先做好充电的攻略，遇到堵车的话，人多的话车多甚至还可能为了充电耽误好几个小时在服务区里面。其次电车的维修成本非常高，之前开油车的高速上面和一辆电车发生了追尾的事故，结果把人家的激光雷达给撞坏了，光是修人家的车就花了4000，自己把油车就是把整个保险杠都换掉了也不超过1000。而且呢，电车要求在 4S 店维修保养，想要享受终身的质保的服务，就必须要在 4S 店更换原厂的纯正的配件。这样一来的话，电车的维修成本又会进一步飙升。明面上好像是比油车省了2万多，但这万一8年呢，车内坏了，修车的钱就很快能把这个省下的2万块钱给花出去。最后呢，现在电车并没有油车那么安全，电车最怕的就是自燃。现在电车都是3元锂电池或者是磷酸铁锂电池，这种电池容易出现热失控，造成起火甚至爆炸，一旦发生自燃很可能就会难以扑灭。所谓的救火往往都是只是能控制火势，给车的人更多的逃生的时间而已，最终呢整个车都会被烧成空壳，有人行驶中就烧了起来，有的充电中烧了起来，更有的放在那里都不动都烧起来了。而燃油车只要你发动机没有问题，不漏油不改装，大功率的用电设备呢造成短路，基本上不会自燃，即便是自燃呢也能第一时间扑灭车子，后续还能够好好开。所以油车在二手车市场上面有很大一部分是火烧过的在卖，但电车就难了。总的来说大家选电车的时候图新鲜，想玩玩电车，有一部分人呢图省钱，家用压力也不大。但如果你开的比较少，那电车省出来省不了几个钱，即便能省也会就是说在用车过程中受很多苦。想买电车的朋友，我觉得可以等等固态电池出来再入手吧。